青石县县令陈有余贪赃枉法，罪无可恕，无以绞刑。我是背锅的，还热着，我没死，我这是穿书了，怎么就穿成这个炮灰县令了？1年后就会被大贪官白世清出去背黑锅，最后被活活吊死。我的100亿资产还没来得及继承啊！不行，我刚被豪门父母认回去，怎么能死在这儿？金手指来了，检测到宿主强烈不甘，系统即将给你2个选择。选项 A， 系统将为你配备最强大脑，助你过关斩将，坐上大圣一品首辅的位置。B， 我选 B。什么一品首辅，还不是高级牛马？干不好还要被砍头，有什么好当的？确认 B 选项，败家系统已绑定，请宿主24小时内败光全部家产，3两3白银，即可返回现代，继承100亿资产。果然还是 B 最适合我，3两3而已，往乞丐碗里一扔，不就成了？败家规则说明，送钱、施舍、捐赠均不算，宿主必须通过挥霍、奢侈、摆谱败光家产。意思是让我必须当个作威作福的显眼包？可以这么理解。这路子我熟啊！现在开始计时，若任务失败，原地去世，祝宿主败家好运。原地去世，吓唬谁呢？我去酒楼摆一桌，这银子不就没了？周师爷，大人有何吩咐？带我去咱们青石县最贵的酒楼。回大人，咱们县没有酒楼。那最贵的馆子呢？也没有。青楼呢？大人，咱们县穷，养不起那种地方。那咱们县最花钱的地方是哪儿？若说最贵的，东街头王婆的茶摊儿，1碗茶1文钱，1文钱1碗，3两3就是3300文，1文钱1碗，这喝到明年都喝不完。包场1天多少钱？没有包场这个说法，硬算的话，王婆1天最多卖100碗，那也就是最多100文。等钱花完，我坟头草都长1米高了。那把他茶摊买下来呢，要花多少钱？大人，那就是个破茶摊，就3张桌子加几条板凳，全部打包也不值2两银子。走，把县衙的人都带上，本大人请你们喝茶去。这地方是真落后啊，得亏我花完钱就能回去，不然多待1秒都难受。大人，这是病还没好，脑子烧坏了。今天一上午才卖了5碗茶，可咋办呢？大人，老人家别怕，我今日是买你茶摊的。买我茶摊儿？对，就你这茶摊，我花3两3买下，怎么样？怎么还加上价了？大人说的是3钱3文，我说的是3两3，你就说卖不卖吧。卖。行，可不能反悔。谁反悔谁是傻子，这银子够我重新支个更好的摊子了。来，都坐下喝茶。周师爷，新来的大人这儿是不是有点问题？老沈头，大人的事儿不是你我能议论的。这空荡荡的，万一系统不认账呢？既然要拜，那就等排场做足。今日茶摊免费喝茶，不要钱。官府的东西哪有不要钱的？喝茶不要钱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。别是先喝茶后算账吧，然后狮子大开口吧。我看是这些当官的都憋着坏。真的不要钱？不要钱，随便喝。喝茶不要钱了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给我来一碗。还有我，别急啊，谁摸老子屁股？新县令怕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就是花3两3买个破茶摊，就为了请咱们喝茶。管他呢，又不要钱，先喝了再说。100亿资产，我来了。不是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筒子，这怎么回事？资产参尝中，检测到宿主新增资产50两，任务金额已更新。10两？哪来的50两？我身上连根毛都没多。请宿主3天内败光50两身家。大人，大喜事啊！大人，你快看，这银子怎么回事？哪来的？这是隔壁永丰县的茶商赵有富
听说了大人昨日的呆名不是善举，所以想买我们县东边的山地来种茶。这50两是他孝敬您的。好个赵有富，这哪里是孝敬我，分明是想送我上路。谁让你收的？你把银子退回去，跟赵有富说，这地本大人不批。大人月俸才1两，他怎么对50两一点都不心动？是，莫非大人是嫌少？没了50两，这回总该回去了吧？100亿资产，我来了！点特制宿主当前身家100两，怎么不减反增啊？大人，还是您有办法。赵掌柜加到100两了。他是有病吧？把银子退回去，告诉他100两，本官也不批。大人还是嫌价钱没到位啊。这下总该能离开这个破地方了吧？检测到宿主当前身家500两。赵有顾，这混账！大人，您这欲擒故纵的一手实在高明啊！赵掌柜这回直接加到了500两。草民赵有富见过县令大人，久仰大人清明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哼，清明？你这500两让我怎么清明？赶紧拿着你的银票滚蛋！不都说这狗官脑子有问题的吗？怎么500两还嫌少？大人说得对，500两是薄了些，这1000两银子还望大人笑纳。检测到宿主当前身家1000两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赵有富听不懂人话就算了，这系统也不是个东西，老子都说了不要，还算到我头上。哼，真当我是个傻子了？东边的山头常年干旱，老鼠都不往那儿去。这赵富说种茶肯定是幌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种个够，看清楚，再决定买不买。1亩地要10两银子，还只能种茶叶，不然就要收回，也不能转卖。转卖的话要罚款1万两。这什么？嫌贵？不想买了？那就拿着你的银子滚！要不是那山头地下的那片石膏能赚几万两，这种鬼契约，傻子才会签。不，草民觉得挺好，就按照大人的意思，还请大人收下。给他，银票别碰我。大人连银子碰都不碰，避嫌到这一步，高啊！多谢大人今日之恩，草民铭记于心。草民告退。不愧是大人，5两1亩的地直接翻倍卖出去了。检测到宿主当前身家2000两。2000两，请宿主3天内败光全部身家，若提前败光，系统奖励可以提前返回。怎么又多出了1000两？大人可真是厉害，5两银子1亩的地，硬生生让您卖到了10两银子。按照往年的旧规矩，这多出来的1000两，自然是大人您的，卑职都给大人安排妥了。真是谢谢你全家呀！要花不完这2000两就得嗝屁，这到底要咋办啊？大人，您看起来似是不舒服。周师爷，这阴阳气不就是做假账？给我改回明账，卖了多少就写多少。什么？改回去？对啊，能改不？往年咱们青石县政绩都垫底，这1000两入库也能把政绩往上提一提。能是能，只是要把赵掌柜叫回来重迁地契，他眼下多半已经出了青石县，只能到永城县找人。这一来一回，最快也得3天。3天，我都凉了，还改个屁！哎，周师爷，你说县衙翻新，这所有东西都换成最好的，要多少银子？按照青石县现在的消费水平，差不多要50两。50两，青石县是真不给我活路啊！对啊，我可以买地啊！系统警告：买地不构成挥霍、奢侈、摆谱行为，请慎重考虑。好，买地也不行是吧？明天就去山上挖个坑给自己埋了。挖坑？山？对了，西山。你说，要是我让全县百姓去挖西山，去劈山开路，然后给他们每人1天发1两的银子，我这2000两是不是很快就能花完？什么？1人1天1两？大人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1人1天1两，您这2000两根本撑不过3天啊！系统没拦我，成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周师爷，你现在就去把招工告示贴出去，只要能挥动锄头的，都让他们来，1天1两，当日席清，再管3顿饭，顿顿有肉。这哪里是劈山开路，这分明是在往外撒银子啊！大人，那个
挖土这事儿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没有。属下是想问，能不能让我也报名？你？前任县令拖欠了半年的俸禄，家里米缸都能跑老鼠了。挖什么土？这100两，本大人雇你总管此事，给我把招工的事情落实好。3天内，剩下的1900两全花干净，一个子儿都不许剩。大人放心，卑职定不负所托。县令大人招工，劈山开路，1天1两银子，包3顿饭，顿顿有肉。1天1两，这不是做梦吗？官府的钱哪有这么好拿？别是骗咱们去服苦役吧？师爷，没人来报名啊？有人来了。差爷，我这把年纪能去吗？师爷，能。大人说了，只要能挥动锄头就能去。那工钱？不论男女老少，都是1天1两。那工钱什么时候给？先给今日工钱。真给呀？县令大人说话算话。王婆咋说的呀？给了，活还没干，1两工钱就先给了，真给了！我的天啊！我能挥锄头，我也能。我能搬土，孩子也得。别急，一个个来。按大人规矩，今日上工者先领1两。还没干活就先给？大人说了，先发工钱再上工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官府先给钱，这次总该稳了吧？你们这……大人，您这是给我们活路啊！大人就是活菩萨呀，青天大老爷啊！大家都起来吧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不必如此。听说了吗？青石县挖土1天给1两工钱，而且1天还管3顿饭，每顿都还有肉。1天1两，疯了吧？真的，茶摊的王婆都拿到银子了。走，咱们也去青石县。大人，修渠的短夫跑了一大半，全奔青石县去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水库只能停工了。那陈有余是不是疯了？1天1两，他是要修长城还是要挖黄母？大人，要不咱们也给修渠的那些短夫涨点工钱？涨什么涨？本大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他陈有余脑子有病，我可没有。大人，我倒是觉得那陈有余下这么大的血本，可能另有所图。你说的不无道理。既然如此，你立刻派人去查。本官倒要看看他让人挖的西山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是。2000两，终于花完了。爸妈，100亿资产，我来了。资产评估中。来，快点送我回去。检测到宿主名下新增资产，估值10万两。检测到宿主名下新增资产，估值10万两，请宿主3个月内败光全部家产。多少？筒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哪来的10万两？大人，大喜事啊！求你了，千万别跟10万两沾边。大人，天大的喜事啊！西山挖出了一大片上等石膏矿，少说也值10万两。什么？大量上等石膏，10万两？是的，大人。若是稳妥开采，预计能开采10年。10年，我3个月都碰不过去。对，西山不是官府的吗？大人的意思是，既然是官府的山，挖出来的石膏就该算朝廷的，本官有什么关系？原来大人担心的是这个。你什么意思？大人放心，属下早有准备。西山原主早已绝户，就地契多年无人认领。开工前，属下将他名正言顺地过户到了大人名下。过户到我名下？周师爷，你为何要这样害我？嫌我命太长吗？大人不必担心有人来查，属下可是把过户手续办得齐全，谁来查都挑不出半分错处的。这么说，本大人还得谢谢你。大人这是哪里的话？替大人谋利本就是属下的分内事。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大人，您看劈山开路的事情是否先停一停？这石膏砾后得慢慢开采，大肆宣扬恐怕招来旁人的侧目。停什么停？继续开采！3个月内我要把那石膏全都开采出来卖掉。3个月？大人，就算召集全县壮劳力来开采，最快也得2年啊！如果人数翻3倍呢？大人，
我们青石县地处偏僻，人口本就不多，便是把全县能动的人都算上，也凑不够1万人。难道自己真的只有等死了吗？3个月时间，不仅要我挖空西山卖掉石膏，还要败光10万两，这系统是要逼死我啊！周师爷，我听说西边凉州府大旱，有很多流民进了咱们雍州这边。确有此事，流民大多挤在永丰等几个县，没人肯绕远路来咱们这穷地方。听说孙守诚都快愁死了。这些流民来得正好，周师爷，你把话传出去，让那些流民都来我们青石县干活，我给他们饭吃。大人要三思啊！流民入境隐患极多，而且我们县衙的粮食也不多，若是引进流民，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！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？本官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赶紧去把话传出去。姓名吉怪，家中几口人，依次登记。下一个，老弱病幼往左，能干活的往右。别挤，人人都有。接着，真给我们吃？给你就吃，后面还有人排着呢。谢大人，我们终于有活路了。大人此举虽险，可这些人确实有救了。周师爷，昨日来了多少流民？回大人的话，一共是4651人，很好。不过你怎么数这么清楚？属下昨夜对着名册一户一户核出来的。你一晚上没睡？大人，属下睡不着，这4000多人要吃要住，属下一闭眼，脑子里全是这些账。好，做得非常好，今天继续招。大人，不能继续招了，昨天一日就耗粮30吨，银耗15两，若是继续，县衙的粮食根本撑不了几天。更要紧的是，流民一多，偷盗、拐带人口，什么乱子都可能冒出来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流民一乱，工程就得停，得找一批镇得住场的人，把秩序先稳住。你立马去流民里放话，就说本大人要挑选监工，让那些有凶名、能镇场的人都叫来报名，每个月给5两银子。大人，您是说要招那些犯过事的？对，最好是在街面上有点凶名的，但手里有命案的不要。大人，这些人怕是不好管啊。管他们做什么？本官是让他们管别人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听说了吗？县衙要招监工管流民，1个月这个数，50文，5两，5两银子，这可是够俺们一家吃用大半年了。有说什么条件吗？没什么条件，说是只要敢管人，能管人，越凶越好。大人，您看我能行吗？能打吗？一人打5个。能管人吗？拳头底下就没有管不了的人。陆用，站那边去。好的。介绍下自己。大人，小的擅长偷东西，您看我能管人吗？1个月5两，往后谁还稀罕干那偷鸡摸狗的营生？既然能当得了小偷，自然眼力也不差，肯定能看出谁不老实，谁偷懒。陆用，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把这些人凑一块儿，不会出事吧？你瞎操心什么？出了事不是正好？直接把他们打入大牢。啥？他们为了当监工，刚刚可是都把自己的把柄说出来了。真要闹事儿，哼，新账旧账一起办，直接丢进大牢。大人真是坏炸了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县衙的监工，每人负责50人，管吃管住管干活。要是谁偷懒又或者闹事，你们第一时间都要上报。大人，要是有人不服管教的，能打吗？记住，你们现在的身份是县城的监工，不是3教9流的混混。带他们下去换好监工衣服。是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每50人为一组，每人每月是3两银子的工钱。若是哪一组在规定时间内提前完成了进度，月底那组每人包括监工在内，月底每人再奖1两。1个月3两，我没听错吧？干得好还有赏银，这回真的能活下去了。这哪里是县令爷，这就是我们的财神爷啊！辽民都走了，空气都清新不少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隔壁的青石县收留了上万流民。啊，那陈有余是疯了吗？大人，
听说青石县西山挖出了大量的石膏，价值10万两。陈县令1个月给那些流民3两银子，做得好1个月还能额外多1两。啊，10万两！上万辽民1个月光工钱就是3万两，那10万两石膏够他折腾几个月？去，备笔墨，本官要亲自给知府大人写一封信。大人，青石县的新任县令陈有余把上万辽民都引到青石县，还安置了……岂有此理！他一个毫无根基的7品县令，未经府衙报备，便敢聚集近万流民，真出了乱子。朝廷第一个问罪的就是本官。大人，您先。老爷，永明县县令孙大人给您送了一封加急密信。孙守诚，他有什么事？那陈有余发现价值10万两的石膏矿，竟然不上报，还私自召集辽民去挖矿。他自己找死，还想拖本官下水。大人先消消气，孙县令此时给您写这信，估计是怕辽民闹起来殃及永丰县，先把自己摘干净。先生说的没错，但我觉得他更怕的是陈有余，凭着矿产和辽民做出政绩，压他一头。送这封信是想借本官的刀除人。大人真是明察秋毫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属下实在佩服。先生，你可有什么好想法？大人，属下觉得可以先写信敲打一番陈有余，他若懂规矩，自会带着账册和孝敬来府城请罪；若是不懂，大人在据实上报，也算尽到了监察之责。那就按你的意思办，你帮本官拟写一封信送去，切记不能让人抓住把柄。是，属下晓得。开山人数是够了，但那些人各挖各的，毫无章法，要好好优化一下流程才行。敲魂呢？有事快说。大人，大人，雍州府城来信了。雍州府，白世清那老匹夫，也不知道憋着什么坏水，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，跟甲骨文似的。难道是出大事了？你帮本大人看看，这里面写的到底是啥？难怪方才大人皱眉，这还用了暗语。要不是自己做了几10年师爷，也看不出这信的言外之意。看懂了没？回大人，属下看是看懂了，只是什么？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说。这信的意思是，知府大人已经知道石膏矿的事了，他这是在暗示您主动奉上孝敬银。您若识去，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若我不识去，若大人不肯孝敬，他就会把您擅收流民、私开石膏矿的事捅到朝廷，到时再随便扣上一顶欺上擅权、扰乱地方的罪名。别说乌纱帽保不住，恐怕连身边性命都保不住。这老匹夫倒挺会要钱啊！卖石膏的钱，系统规定只能挥霍，拿去孝敬白世清。那我3个月后直接原地去世。更何况原书里就是这老匹夫把我推出去顶罪，还想让我孝敬，他也配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多少送一点，就当花钱买个安心。不送，这老匹夫就是想屁吃。大人，您这么写，可就把知府大人彻底得罪了。要得罪也是我得罪，怪不到你头上。可，那知府大人向来不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啊。行了，赶紧把信寄出去，待会儿跟我去趟西山。是。皇上，白世清的奏报隐去了部分实情。陈有余招来上万流民，是为了劈山修路，卖石膏所得的银子，也全都发给了流民做工钱，每人每月3两，他当真1分没留？是，皇上。青石县西山如今在陈有余名下，若将整座山的石膏开采出来，价值不下10万两。这陈有余究竟图什么？图财？可他却把卖石膏的银子全给了流民，自己分文不留。莫非图的是名？皇上，这几日陈有余除了吃饭睡觉，几乎都守在西山，每日天一亮便去查看进度，着急时还亲自下场挖。只有在石膏卖了钱，把银子全发给流民，1分不留时，他才会露出笑容。这陈有余非大贤便是大善，你继续盯着他。若他只是沽名钓誉、收买人心，妄图犯上作乱，那便抄家灭族。臣遵旨。800里加急送出去都半个月了，京城为何毫无动静？大人，京城迟迟没有回应，反倒更说明陈有余是皇上的人。
咱们也该早做打算，该断的尾巴得尽快断干净。不，眼下还不能自乱阵脚，此事得再试他一试。你传信给孙守诚，让他借私挖石膏矿一事向陈有余发难，声势闹得越大越好。本官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恃无恐。周师爷，照这个进度，不出2个月，这座山就能挖完了吧？是大人。只是如今县里已有近2万人，吃喝拉撒全挤在城中，街上都已经臭气晕天的了。那都是小事儿，只要先把这……不好了，矿区入口有人闹事！哪个不长眼的王八包子敢耽误开采进度？他们自称是周家旁系，说这座山是周家的，还说大人您强抢山地。来了多少人？乌泱泱一大片，少说也有100来号人。周师爷，你不是说周家已经绝渡了吗？要不是这老小子莫名其妙给我弄出一座山，我早就回现代继承100亿家产了。大人，属下绝对查清楚了，周家早就没有亲眷在世，这些人10有8九是冒充的，故意来闹事儿的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你马上去把马上光、王三手他们全叫过来。是。都给老子听清楚了！这整座山都是我们周家的祖产。新来的县令强占山地、私挖矿藏，是掉脑袋的大罪。不想惹祸下身的，就赶紧给老子滚！大胆刁民！县令大人在此，还敢撒泼？见过县令大人。县令大人，这座山是我周氏一族的祖产，那一支虽已绝户，可我们这些同族亲眷还在。你凭什么强占山地、私挖石膏牟利？今日若不给个说法，我们绝不离开。想要说法是吧？马上光，给他们一个说法。得嘞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可是老百姓。现在想起自己是老百姓了。说吧，谁指使你们来闹事的？大人，小的招，是永丰县的郑大虎让我们来的，说事成之后给我们5两银子。郑大虎是什么人？他是永丰县郑县城的侄子，仗着有人撑腰，平日里没少作威作福。你说的郑县城是郑本善？大人，您怎么知道？这县令不是才上任没多久吗？本官知道的多了，难不成还要一一向你报备？白世清这老匹夫，心眼果然比芝麻还小，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。你给郑大虎写封感谢信，就说本官为了堵住你们的嘴，给了你1万两封口费，多谢他替你谋了这桩富贵。信写好，本官便放你们走。大人，可你也没给小的1万两啊！大人这招引蛇出洞用的妙极了。大人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他娘的，今天真是倒了血霉！虎哥，周大柱来信了。都3天了才来信，周大柱这废物办事越来越不利索了。1万两！好你个周大柱，拿了1万两封口费，竟然想甩开老子独吞！去，把兄弟们全叫上，我去青石县好好教教周大柱怎么做人。老大，要不我们也去挖土得了，1个月3两银子呢。挖土有什么出息？虎哥，大晚上的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周大柱，你拿了1万两封口费就想甩开老子？做梦！把银子交上！哪有什么1万两封口费？那封信是新来的县令逼我写的，就是想让我们窝里斗。少跟老子耍花样，银子交出来，老子还能让你少吃点苦头。你脑子被门夹了，听不懂人话呀！哎呀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大人，里面果然打起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抓他们了。不急，等他们两败俱伤再进去。大人英明，聚众斗殴，扰乱县城治安，全都拿下，带回县衙。周大柱，你他娘的敢算计老子！我早跟你说了，没有1万两，你偏不信。现在都中计了，满意了吧？郑大虎，本官问你，你为何指使周大柱到西山闹事？没什么目的，不过是想弄点钱花花。本官向来以德服人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本官也不会屈打成汤。周师爷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之前不是一直跟本官说县城的街道臭气喧天吗？确有此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青石县衙穷，养不起这些闲饭，等会儿就让他们清扫县城街巷，必须一尘不染，连点尿印子都不能有。是。
大人，属下这就安排。不就是扫大街吗？这哪里是扫大街，明显就是掏大粪！吐完了自己收拾干净。我可是永丰县正县城的亲侄儿，你敢让我掏粪？你们最好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别说你是县城的侄子，就是县令的侄子，也得给我掏。别啰嗦，赶紧干活。陈大人不是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搞他吗？只要不让我掏粪，我都说。现在想说了，晚了。什么意思？大人吩咐了，整个县城的街道清扫完之前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都不用理。他怎么会不想知道幕后人是谁？赶紧的，别想偷懒。大人，那陈有余也太嚣张了，抓了我侄子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还逼他去掏大粪，这分明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你先以你的名义写封信给陈有余，敲打敲打他，看他什么反应。是。这些人开采的速度简直杠杠的，再有10天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大人，永丰县来信了。一个县城就敢跟我谈放人的事情？周师爷，你来回复，就写你算哪根葱，免谈。大人不愧是大人，一句话便把他的脸打回去了。不过大人，郑本善的背后的可是孙县令，这样回信怕是……好了，这信就按照我说的回。我回去睡个回笼觉。大人，您瞧瞧，这陈有余哪是在回属下，分明是在羞辱您啊！好一个陈有余，本官倒要看看你还能猖狂多久！备笔墨，本官这就写信给知府大人。煤商涨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不过20文1斤的盐，一群刁民就闹得满城风雨，不想着多赚点银子，天天跑来给本官添乱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大人说的极是，这些刁民就是半点不识好歹。先生，可有什么法子把这帮刁民压下去？大人不如先派些差役出去压一压，再放出消息，就说大人正在严查盐价，先把百姓稳住。至于盐商那边，大人只需派人过去做做样子，让他们暂且收敛几日，等风波过了，这盐价自然还是他们说了算。如此一来，既能平民愤，又不得罪盐商，盐客还照收，大人尽可稳坐钓鱼岛。英雄所见略同，先生所言与本官不谋而合。大人英明，厚颜无耻。大人，永明县来了急报。好一个陈有余，身为地方的武官，竟敢纵容狂徒充作衙役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他敢如此肆无忌惮，看来十有八九真是皇上的人。这些年进我手的赃银何止100万两，若朝廷真查下来，我第一个活不了。大人，我们现在把之前做下的那些事情处理好，还来得及。那些银子都是本官命根子，真要吐出去，还不如要了本官的命。陈有余才上任2个月，就算真的是奉皇命暗查，也未必查得到本官头上。这段时间我们收敛，陈有余那边不管他做什么，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如果他来查雍州轻举乱动，那就看他有没有那个命了。在下姓万三，从京城来做点生意，今日冒昧求见，还望周师爷海涵，些许茶资，还请周师爷笑纳。指望今日可见大人一面。不愧是京城来的，出手就是大方。你要是再敢收商人的银子，就别怪本官不客气。万掌柜这是做什么？鄙人不过一介幕僚，怎好收万掌柜如此厚礼？不过一点茶资而已，师爷尽管收下。万掌柜若真想见大人，就把金子收回去，否则免谈。周师爷果然清廉，是在下失礼了。万掌柜过奖了，我不过是替大人办事，不敢当什么清廉。不知万掌柜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在下想在青石县最热闹的街市开一家酒楼。万掌柜，要是这样的合作，就不必再说了。我们大人不会答应，请回吧。周师爷，还请容在下把话说完。待酒楼建成后，在下愿奉上3成干股，大人坐享其利即可。不知周师爷意下如何？本官不同意。这就是陈有余坐拥10万两石膏矿，竟寒酸到这般地步。草民万三，见过县令大人。久闻大人贤明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幸好赶上了，不然周师爷真应下这事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回现代了。本官劝你还是不要费心思，这地本官不批。若县令大人觉得3成少了，我们还可以再商谈商谈。
这不是银子的事情，万掌柜请回吧。5成，如何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不要说5成，就算赚来的银子全给本官，本官也绝不会批。周师爷，送客。这县令什么毛病？不贪财，难道好色？是在下唐突了，明日小的便送2位绝色美人到府上，全当向大人赔罪。本大人长得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是缺女人的男人吗？大人是不是对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有什么误解？我还真小看这陈有余了，此人藏得极深，看来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大人心系百姓，又有治世之才，可屈居这小小青石县当个7品县令，大人当真甘心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草民在京城上有几分人脉，愿为大人引荐铺路。草民在京城上有几分人脉，愿为大人引荐铺路。只要大人肯行个方便，莫说知府道题，便是入京为官，也并非没有机会。角落盖着吏部尚书的印，吏部尚书的空名帖。这万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有这张名帖，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酒楼都行，你为何偏偏要来青石县？大人有所不知，京城遍地都是权贵，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不该得罪的人，再大的家业也未必守得住。何况这份空名帖留在下手中，终究是个烫手山芋，一旦消息泄露，难免招来杀身之祸。大人爱民如子，又是难得的清官，只要大人行个方便，在下既能安心求财，也能将这个祸患脱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说的有理啊！大人，万掌柜太看得起本官了，本官哪儿也不去，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青石县当我的县令。大人疯了不成？这可是直通京城的门路啊，竟然就这样给拒了！本官心意已决，万掌柜不必再说。周师爷送客。万掌柜，请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告退。这陈有余有点意思。大人，那可是吏部尚书的空白推荐帖啊，多少人求一辈子都求不来的通天路，您就这么给拒了？行了，周师爷，福祸相依哪有那么简单？大人这是何意？你觉得万三这人像商户吗？大人这么一说，属下也觉得奇怪。此人虽自称商户，而言谈举止确实不像寻常商人。那他是谁？为何要这样试探大人？管他是谁，该让我们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。走，陪本官去看看街上清理的怎么样了。大人果然智珠在握。大人，您这法子用的可真妙，这街道干净不少。这繁荣景象不过是虚幻的泡影而已，我一走就会全都破碎。哪来的妖怪？大人，求你放了草民吧，草民愿意供出幕后之人，草民其实是受。本官现在不想知道了。李长山，拖下去。大人，大人，我真知道幕后。郑大府既然愿意招供，为何不顺势问下去？你不是说大牢装不下了吗？我再抓人进来，岂不是又要白吃白喝，浪费县衙的粮食？大人说的极是。夏世安，盐商肆意抬价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你这个户部尚书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息怒，烟雾牵连甚广。臣盐商敢如此猖獗，背后无人撑腰，你信吗？臣办事不周，请陛下责罚。臣即刻彻查盐务，定给陛下一个交代。朕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必须把盐价给朕压下去。谁敢囤积居奇，哄抬盐价，家产超没，罪首问斩。臣遵旨。皇上消消气儿，喝口茶降调火。苏公公，你说朕是不是老了？皇上正值壮年，何出此言？盐务积弊多年，竟无人敢真正整治。满朝文武一个个只知明哲保身，朕竟是越来越使唤不动这些人了。皇上息怒，依老奴看，是那夏尚书上了年纪，没了年轻时的锐气，遇事难免瞻前顾后。夏世安当年也曾雷厉风行，如今却只知道推诿敷衍，放眼满朝文武，竟没几个能替朕分忧的。三皇子殿下觐见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事可办好了？回父皇，儿臣信不辱命。哦，结果如何？儿臣给出的所有条件，陈永宇全都拒绝了，连吏部尚书的推荐帖，他也拒绝了。是的，父皇，此人不仅不贪权财，反而将矿银尽数用于安置流民，连朝廷税银都分毫未少，不谋私利，反济百姓。这个陈有余倒是让朕刮目相看。既然如此，石膏矿就不予追究了，全当是朝廷拨给青石县安置流民的赈灾款。秦苍，臣在。青石县那边不用再盯着了，你即刻南下杭州，暗中查明杭州知府这些年来与4大家族盐商之间的往来，究竟贪了多少禀报给朕。臣遵旨。见过陈大人。说吧，来干什么？陈大人，
郑大虎一案毕竟牵涉我永丰县旧案，我县太爷得知后，特命在下前来接人，带回永丰县并案审理，还望陈大人行个方便。人可以让你们带回去，但郑大虎等人越境滋事，打架斗殴，扰乱我县安宁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亲笔写一份失察悔过书，承认治下不严，盖印送来，本官便将人交换。陈大人，这未免太过强人所难。既然郑师爷觉得强人所难，那就请回吧。周师爷送客。在下会将陈大人的话原封不动带到。陈有余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让我写失察悔过书，还要盖印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大人，他这完全就是羞辱您呐！好得很，派人盯住通往青石县的要道，粮食和盐一律不许运过去。本官倒要看看，没了粮食和盐，他还怎么跟本官狂？大人这一招实在是高啊！就剩最后一片了，3天，最多3天就能挖完。届时卖掉石膏，钱一发，嘿嘿，我就能走人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孙县令派人封了通往咱们青石县的官道，粮商、盐商的货全都进不来了。我们已经没粮食下锅了。西山那边的工人也开始闹罢工了。孙守诚这个王八羔子！县衙预备仓里还有多少粮食？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那可是朝廷备荒粮啊！一旦私自动用，便是擅动官仓之罪。府城那边若追究下来，大人可是要掉脑袋。本大人知道擅自动用官粮是重罪，我们不全动，只取3日粮食，让那些民工先把最后一片山地开采完。你放心，3日之后事情自然会有转机，到时候再把粮食补回去。不知大人说的转机是什么？到时候你自然会知晓。现在你只管带人从储备仓取出3日所需粮食，记住，务必谨慎行事。明天我就能回去了。这条路竟然通向西域，若这条路打通，青石县恐怕再也不是那个闭塞小县了。难道这就是大人所说的转机？难怪大人自上任以来便不惜重金招求流民，劈山开路，哪怕冒着擅自动用储备粮的风险，也要尽快打通这条道路。原来大人是为了给青石县所有百姓挣一个出路啊！如此远见，如此凶心，大人当真是青石县之幸。从今以后，我愿誓死追随大人。周师爷，今日你务必要亲自盯着，让他们把山里最后一块石膏开采出来。是，大人，属下定不负所托。周师爷这是咋了？怎么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？大人，周师爷传话，石膏已经全部开采完毕，只剩最后一块还未挖出，他会亲自盯着，让您放心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忙活了将近3个月，总算熬到头了。100亿家产，我来了。石膏，怎么回事？石膏都挖完了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检测到宿主当前身家20万两，请宿主1个月内败完所有身家，祝您败家愉快。不是，我哪来的20万？还要我1个月败完？大人，喜事儿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造孽呀！大人，那山地里开出了岩泉，还是源源不断的活岩泉。大人，我们要发财了，不是您要发财了。这活岩泉是怎么发现的？昨日大人吩咐，不能留下1块石膏。民工挖到最后时，发现地底还有1块拳头大小的石膏，属下便让他们继续往下挖。没想到越挖越大，小的不敢耽搁，便让民工连夜开采，直到天亮之前才把它刨出来。谁能想到，刚一挖开，那盐水就跟开了闸一样，哗哗往外喷啊！老天爷啊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大人那一瞥好像要把我生吞了一样。把石头搬开。这岩泉不停冒，1个月怎么可能采完？大人，是不是这岩泉有问题？你都用什么方法能让它1个月内就不往外冒了？大人，这可是盐矿啊，只要它一直往外冒，您就有取之不局的银子啊。本官不爱银子，你听懂了吗？大人，草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此乃地脉喷盐，最多只能维持1月，待地脉压力泄尽，盐泉便会干涸。难怪系统让我1个月败完身价，感情是只能喷1个月啊！周师爷，若是正常报批开采盐泉，白世清那老匹夫肯定并不会批。可若没有批文，私自开采官盐，是不是死罪？大人放心，报批文书咱们照样递上去，先留下凭据。盐泉这边，便说是为防止盐泉流失，不得已先行开采。至于所得银两，盐客一文不少上缴，其余尽用于赈灾和县衙公用。如此一来，便是有人追究，也挑不出咱们的错处。周师爷，姜还是老的辣，真不愧是你。大人这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在损我呢？看来用火熬煮确实是比晒来的快，只是这盐怎么是灰色的？呸！这盐怎么是苦的？大人，这盐已经很好了啊。是啊，大人，俺们以前吃的还不如这个。是啊，
能吃上这样的盐已经不错了。你们平时就吃这样的盐？大人，您平时吃的都是精盐，普通百姓平日里吃的大多就是这种粗盐。若本官有个方法炼制出比贡盐还好的盐，一点苦味没有，洁白细腻，价格还跟百姓吃的粗官盐一个价，甚至更低，是不是很快就能把盐卖出去？大人，如今盐价居高不下，根本不愁卖啊！周师爷，你这眼界还是小了，要的是大家都来我们青石县哄抢我制出来的盐。按照普通路子卖，这么多盐一个月根本卖不完，更别说还要把20万两银子花出去。大人这是想以盐引商，让四方商旅汇聚青石县，从而带动县城兴盛。先将盐泉卤水熬煮浓缩，除去多余水分，炼成高浓度卤水，之后分层过滤，竹叶棉絮一层都不能少，必须把杂质滤干净。大人，这样就能把苦味去掉？差不多吧，火候一定要控制好，火太猛，盐容易结晶过快，杂质也会混进去；火太小，又会耽误炼盐的时间。都听清楚了吗？照大人的方法做。白了，真的白了！这盐怎么跟血一样？不苦，一点苦味都没有。虽然不如现代精盐，但在这儿也够用了。行，就按这个法子炼制，炼出来的盐分1斤、5斤、10斤装好，统一封存。大人，自从咱们劫了送往青石县的粮戳盐出，那边已经乱了套。听说开山的民妇断了粮，已经闹着要罢工。陈有余如今怕是焦头烂额。哼，就这本事还敢跟我作对，当真是自不量力。大人说的对，想来用不了2日，他就会给大人跪地求饶。哼，就算跪地求饶，本官也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听闻了吗？隔壁青石县近日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。青石县那等偏僻小县，能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？听说青石县的陈有余，竟然挖出了一座盐泉矿。盐泉矿此事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而且我还听说，那位新来的7品县令，竟还琢磨出了一套炼盐之法。炼盐？自古以来煎盐都是粗熬苦盐，这能翻出什么新花样？余竟挖出了盐泉矿！恭喜大人，咱们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大人，那陈有余刚发现盐泉，必然还未取得盐运司批文，私自开采盐矿，便是违反盐政。大人只需上报知府与盐运司，便可治他的罪。好，好，好，本官这就拟文上报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怎么翻身。孙守诚当真是个蠢货，自己找死还想拉本官下水。大人，陈有余真是皇上的人？还没确定，但8、9不离10。昨日我已把盐泉报批连夜送往盐运司，是不是？就看盐运司批不批。大人，盐运司批文到了。批了。梁重年这老狐狸没银子绝不松口，如今竟一夜就批了。大人，孙守诚那边写信警告他，安分些，别再招惹陈有余。世清那只老狐狸，肯定是收了陈有余的好处。既然白世成不管，那本官就直接给户部递一封匿名信。大人高明，可若陈有余已经递了盐泉开采批文，盐矿批文哪有那么容易下？按流程少说数月，等批文到，户部早查到他头上了。而且就算他真拿到了批文又如何？盐矿利益这么大，本官不信陈有余能一点不贪，把疏于治理、县城破败、逼民存坐等罪名都写上。我倒要看看陈有余如何翻身。如此一来，陈有余必定在劫难逃。大人，这也太快了！盐运司莫不是你爹？胡说什么呢？按原书剧情，眼下正是夏时安奉旨查办盐商官员，批文如此神速，想必是盐运司急着表态。看来盐价暴涨，皇上已然知晓，已经让户部开始彻查盐务了。可盐政积弊已久，牵扯太深，真正的大人物轻易动不得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户部只能找小人物顶罪。孙守诚那老王八敢拦我盐粮，本官就借刀杀人。听大人这意思，是想要递状告他？呵呵，一封匿名信就够了。我说你写。大人高明，属下佩服。永宁县县令孙守诚借盐务之力，与本地盐商勾连，囤盐抬价，纵容私盐流通。永宁县县令孙传播过程对民警加税，就是借盐务之力，与本地纵容私盐流通加税。每一次盐价上涨之后，孙守诚府中便多出一笔来路不明的银子。大人才上任3个月，怎么对孙守诚的隐秘劣行、贪腐内情了解得如此清楚？最后写上一句：若户部真要彻查盐务，永丰县当为首查之地。大人，
外面有一位西域的商队首领想要拜访您。真是瞌睡送来枕头，正愁银子没地方花呢。县令大人安好。往日我西域商队往来中原，爹是要绕行千里，借到灵州关卡，跋山涉水，路途艰险，关税繁重。如今大人开辟山路，打通了往来的要道，我们西域商队在此感念大人恩德。礼物就不用了，直接说你找上本官是想做什么。行商中原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不收见礼的官员。在下此次是听说青石县内涌出盐泉，炼出的盐雪白细腻，毫无苦味，特前来采买。盐可以平价卖给你们，不过本官有一个要求，10日之内把你们西域的水晶石、琉璃通通都拉到本县来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不知大人要大量的水晶石和琉璃做什么？自然是用来铺路。大人，那8丈大的水晶就要1两银子啊！本大人就是要贵的东西，不贵我还不要呢。快点乖乖，用水晶琉璃铺路，中原的县令竟奢侈到如此地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10日之内，在下必将水晶和琉璃运来。大人，水晶和琉璃铺路太过奢侈，万万不能做啊！周师爷，这事我心意已决，你不必再劝。眼下本官还有许多事情要让你去做。接下来，本官要把青石县衙里里外外修缮一番，材料都用最好的。这县城的大街要用上好的水晶、琉璃做点缀，街道两边要建最好的酒楼、茶馆、商铺，还有百姓的房子，通通翻新，刷上白墙。大人，若是按您这要求，起码得18万两白银。才18万两？大人，去年整个雍州府上的税银也才18万两啊！您现在……周师爷，咱们格局要大一点，你要相信本大人花出去的银子，每一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陈有余如此胡作非为，劳民伤财，知府大人早晚摘了他的乌纱帽。听说青石县如今天天大兴土木，闹得地动山摇，百姓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生。算算时间，信也该到京城了。户部那边很快就会派人来查。陈有余现在就是在自寻死路。大人，雍州送来2封密信，皆未署名。这人怕不是投错信了吧？私自开采盐矿，该报当地盐运司，治理无方，苛待百姓，也该呈报雍州知府。怎么递到本官这里来了？正愁去哪里抓几个地方小官交差，这就有人给我递枕头，一个告青石县，一个告永蒙县，互相告状，有意思，还真是有意思。叔父，言之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这2封信。你如今在户部当差，也熟读盐法礼制，说说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第1封多是说青石县县令治理无方，劳民伤财，但这都并非户部权责所在。至于私自开采盐矿，一个县令若真敢如此明目张胆，未免太过愚蠢，恐怕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第2封信却直指永丰县败坏盐政，而且所述详实，正中朝廷整顿盐务的要害，值得特查。你看得不错，不过只凭2封匿名信，还不能轻易下定论。这样吧，你替叔父去雍州走一趟，把事情查清楚，也正好出去历练历练。我这边也会另派人暗中查访，与你相互印证。是。户部尚书的亲侄子突然来雍州，会不会与陈有余有关？大人不必忧虑，夏言之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6品户部主事，来了也得尊称您一句白大人，不是？只要我们提前约束好衙役、乡绅和盐商，再将巡查路线安排妥当，能看到什么，不还是由大人说了算？先生说的有道理，那便先安排他去永丰县，那里最为富庶，也最拿得出手。去！收摊，不许再摆！哎呀，我的菜，官爷，我们可是交过摊位钱的。让你收就收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爷爷，京城户部来人视察本县，谁敢闹事儿，统统抓进大牢。老王，你以前不是会木匠活吗？听说青石县县衙正在招木匠，1个月5两银子呢。你带着孙子去试试呗，总比留在这里受欺负强。走，咱们回家拿工具。下官奉命巡查雍州各县民情吏治，初来此地，还望白大人多多提点。夏大人客气了，雍州府上下定会全力配合。哼，一看就是靠着家世因故在京城混闲差的高门子弟罢了。这是雍州府的地图，大人可以先看看。这永丰县下官一眼就看到了，不如就从这里开始。既然夏大人有意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。本官这就安排。真是青石县。青石青盐，10文1斤。这饼肉汤刚出锅的，快些！县衙那边还等着用粮木呢。放心，
今日这批肯定干得完。这里的人瞧着都有奔头。街上都修成这样了，县衙怎么还是这副模样？老哥，你是来做木工活的？对，我是来应州木匠的。来得正好，周师爷正等着呢，快跟我进去。师爷，新来的木匠，永城县人。你这脸怎么伤的？永丰县为了迎接户部来人，封了街上的摊子，我多问了一句，就挨了衙役一巴掌。户部来人选了永丰县，听那些衙役是这么说的。看来大人的密告信起作用了。你留下吧，县衙包吃住，一天管3顿饭，每顿都有肉。多谢大人，小的一定好好干。20天，15万两就这么花出去了，现在只剩5万两。照这个速度，再有10天，我就能回现代了。大人，大喜事儿啊！你又挖出银子了？没有啊，大人。那就好，说吧，什么喜事？京城户部来人了，据说来的是户部尚书夏世安的亲侄子夏彦之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6品主事。夏义之，原书男主，最后官办首辅的那个狠人。不对啊，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被派去江南吗？怎么会跑来雍州？只是这夏彦之年纪轻轻又初来雍州，真能查出孙守诚那些盐务黑账吗？看人可不能只看年纪，有些人看着像只小羔羊，实际上却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这夏彦之没那么简单。孙守诚那点盐务黑账，只要被他抓住一点尾巴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难道大人认识那夏彦之？可惜古代车马太慢，等他查完，我估计早就回现代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再给孙守诚添一把火。周师爷，你不是说县衙要翻新，大牢里的郑大虎他们不好安置吗？大人有何吩咐？夏大人一路辛苦，下官孙守诚恭候多时了。有劳孙大人，请。永丰县虽比不得京城，却也算得上百姓安稳，民生富足。夏大人尽可随意看看。本官正有此意。快收回去！往日不都是……装。有意思。贵县街市齐整，百姓衣着体面，处处井然有序，可见孙大人理政有方。夏大人谬赞了，这都是下官分内之事。本官一路走来，难得遇到这般清静安顿的县城，不如本官多住几日，慢慢体察贵县的风物民情。住下，那不迟早要露馅，这可不行。夏大人肯留下，自然是永丰县的荣幸。只是大人此番巡查雍州各县，若在永丰县耽搁太久，只怕会误了后面的行程。孙大人所言也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孙大人提个建议，本官接下来该先去哪个邻县转转？永丰县过去便是青石县，听说那里近日发现了盐泉，倒是值得一看。县尊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夏大人有所不知，青石县素来混乱，街巷脏脏不堪。那新来的县令陈有余更是暴虐无常，稍有不顺心，便要百姓吃牢饭。小的侄儿不过是去青石县访友，竟被无端抓进大牢，至今都没放出来。更可恨的是，陈有余好大喜功，收留了上万流民，却逼着他们日夜做工，把人当牲口使，他自己倒过得奢靡享乐。他为了政绩，平民百姓想要进那青石县，还得交5两银子，百姓早已怨声载道。一个县令竟敢如此鱼肉百姓，那本官倒还真要亲自去瞧瞧。祖师大人，万万不可贸然前往，只怕会有危险啊！郑师爷担心的也不无道理，不如下官先派人通知陈有余，这样他就会有所收斩，夏大人的安危也就不必。本官既是奉命体察民情，自然要看最真实的情况。若提前通知，本官还能看见什么？既然夏大人心意已决，那下官陪同前往，也好护大人周全。如此甚好。什么味儿这么臭？这味儿哪儿来的？郑大虎，孙大人，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受了什么委屈？尽管说来，本官自会替你们做主。孙大人，是我呀，我是郑大虎。伯父，我是大虎啊，你不认得我了？蠢货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大虎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被青石县扣下了吗？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？伯父，我们都快被陈有余折磨死了。夏大人和孙大人都在这里，你不要怕，
陈有余究竟如何折磨你们？尽管说出来。他把我们抓进大牢，一天管3顿饭，每顿都有肉，吃完了还嫌我们不活动，说什么容易生病，硬逼着我们出去打扫街道。活干完了，又把我们赶回去吃肉，整整1个月呀！天天都是红烧肉，我都快吃吐了。坐牢1天3顿，每顿都有肉。永丰县的富户都未必吃得这么好吧？这牢房现在还收人吗？一个个面色红润，确实很是圆润。这叫诉苦，这分明是在替陈有余表功。夏大人，我侄儿定是被陈有余折磨得神志不清了。您想想，蹲大牢的人怎么可能1天3顿，顿顿有肉？他定是被打坏了脑子，连自己经历了什么都分不清了。孙大人，此事你怎么看？下官也觉得此事确有蹊跷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本官便亲自去趟青石县，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夏大人所言甚是。官爷，我都连续排了3日了，您就行行好，让我进去吧。今日100个商户名额已经满了，你明日早点过来，我也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加钱，我出20两，只要今日能让我进去就行。夏大人，您看，他为了进城排了整整3日，如今还被逼得要花20两银子，简直丧尽天良。可本官怎么看，都是他自己愿意加价。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正是陈有泽的厉害之处。那商人定是迫于他的淫威，才不得不自愿加价。被逼着自愿加价，进个城竟要交20两，你们青石县就是这样盘剥商化的？谁收他20两了？今日名额已经满了，是他自己非要加钱。这位巡台，你不用害怕，是不是他们故意卡着不让你进，逼你多交银子？没有啊，是我自己愿意加钱的。哪儿来的糊涂人？怕不是故意来捣乱的吧？我看他就是没钱，还见不得别人进城发财。这5两银子，所有进城之人都要交吗？当然不是。只有进城做买卖的外地商户才交，本县百姓正常进出不收钱。外地人若有手艺，能干活，验明手艺后也能免费入城。可5两银子也不是小数目，况且每日只放100名商户，分明是故意卡着他们，好让这些人不断加价。可他们加价，衙役也没收。5两就是5两，多1文也不收。今日名额已满，想进城，明日早点来排队。今晚就在这里守着，我就不信明日还进不去。今日既然进不去，那便明日早些再来。城里驻留的商户名额已经满了，今日只空出5个位置，前100名商户抽签，抽中者缴纳5两银子入城。抽签？我昨夜都没回去，怎么还要抽签呀？名额只有5个，不抽签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竞价呀，谁出的多谁进去。对，价高者得，我赞成竞价。可县里定下的是抽签。我出30两、50两、300两、1000两，第1个名额我要了。各位不过想进城做些买卖，竟被逼得砸下如此多的银子，若有什么委屈，大可说出来，我们替你们讨个公道。又是你，昨日来捣乱，今日还来。你要是出不起价，就去那边找活干，别耽误我们进城赚钱。没钱就别挡路，我们赶着进城发财呢。出不起价，我堂堂永丰县县令，竟然被人说出不起价。我出2000两。孙大人，这就是你说的屎尿横流？水晶琉璃铺路，青石县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夏大人，你看，这难道不比屎尿横流更加严重？一个小小的县城，竟拿水晶琉璃大肆铺路，百姓尚且生计艰难，他陈有余竟如此奢靡无度，实在妄为一方父母官啊！的确铺张奢靡。回京之后，本官自会如实呈报皇上。总算没白花那2000两。即便是京城最繁华的朱雀界街，也未必有这般繁盛景象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本官这几年的政绩岂不是全被陈武贤压下去了？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摆摊儿，日子定然过得不怎么样。夏大人，街面上的繁华终究只是表象，百姓究竟过得如何，还得亲自问过才知道。那边有位卖茶的老妪，我们不如过去喝口茶，顺便向他打听一下青石县的真实情况。孙大人的提议甚好。几位客官，里面坐。来1壶中档茶，再要1盘绿豆糕。好嘞，几位稍坐。老人家这么大年纪，还要亲自出来支摊子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吧？要说辛苦，以前才叫辛苦，现在有生意做，有银子赚，我老婆子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哦，这是何意？几位是外乡人，不知道我们青石县以前有多穷，街道又窄又脏，刮点风便是满天灰尘，城里也没几个像样的铺子。
那时候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我这茶摊儿一天也得等不来几个客人。多亏了新来的县太爷，他出高价请大伙儿开山修路，城里人手里有了银子，外地商人也都往这里跑。我这茶摊儿现在每天从早忙到晚啊，虽然脚不沾地，可每天都有钱赚，有饱饭吃，这才叫好日子。我可是听说你们县开出了石膏矿，还发现了盐泉，那可都是日日进银子的聚宝盆。这么大的肥差，当官的哪有不替自己谋些好处的？你们这位新县令，难道就……说起这个，我们县太爷还真是一点都不藏私，手里只要有了银子，就使劲往百姓身上花。您瞧瞧，这城里的房子可都是我们县太爷掏银子帮百姓修的。你说说，哪家的县太爷连百姓家里的屋顶漏不漏雨都管？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这样的好官。这陈有余，本官倒真想亲自见上一见了。谁在背后说我？大人，卖盐所得的银子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账面上除去工钱，只剩4万多两了。距离1个月的期限只剩7日，这4万多完将砸在县衙翻新上，应该能花完。大人，卖盐所得的银子全都用在了建设县城上，若是有人借此参奏弹劾，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本闲，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大人好文采，当真配得上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句话。只是想给自己把银子花光找个借口而已啊喂。行了，别拍本官马屁了，你等会儿亲自把县衙的翻新进度捋一遍，接下来7日必须把这4万两银子1分不上的花在县衙上，否则本官拿你试问。是，大人。两位客官尝尝，我们青石县的盐雪白细腻，一点苦味都没有，如今只卖10文钱1斤。咸味纯正清冽，不涩不苦，也没有寻常粗盐那股沙土腥气。掌柜的，这盐我要了，越多越好。客官是从外地来的吧？我们店只卖百姓日常吃的盐，若是要的多，得去县衙找县老爷。县衙那边专管大笼售卖，500斤起卖，每斤还能便宜2文钱。这么好的盐，大宗财凯竟然只要8文1斤。我暂时用不了那么多，我只需要50包1斤的就够了。小二，给这位客官打包。花了2000两才进城，难道就只看陈由全如何风光？夏大人，今日不如就在青石县住上一夜。白日里人多眼杂，未必看不出实情。等入了夜，说不定能发现些不对劲的地方。也好，那便住上一晚。夜里鱼龙混杂，小偷小摸、三教九流全都该冒出来了。不信本官还抓不到把柄。即便是京城，也未有这般彻夜通明的繁荣景象啊！这位陈大人果然不一般。客官，茶水来了，进来。小二，你们青石县沿街的灯是夜夜都点吗？客官是头一回来我们青石县吧？自从县城翻新以后，这些灯每晚都会点，一直亮到天明。点到天明？这点的哪是灯，是真金白银啊！既方便百姓夜间出行，又带动了城中商贸。陈大人倒是思虑周全。二位若是觉得屋里闷，不妨出去走走，看看我们青石县的夜景，也不算白来一趟。有劳了。二位客官有事尽管吩咐。早知道是这般景象，就该在天黑前带夏燕之离开。孙大人果然料事如神，这青石县到了夜里，确实与白日大不相同。下官也没想到，如此难得的夜景，既然来了，我们便出去逛逛吧。本官花了2000两，倒全给陈有余做了嫁衣。大人，最后一批盐卖了6000多两，加上账上所余，如今还剩8000两。当真要把剩下的银子全都发下去吗？发，1分不留，全都发下去。大家排好队，今日发工钱。县令大人亲自给咱们发工钱了，排好，别急。王老七，4两银子。多谢县令大人，嘿嘿，又离100亿资产近了一步，整整20万两白银啊！大人1分都没拿，全给百姓们了。张大山。4两银子，谢县令大人。终于全发完了。以后我要是走了，你可别想我啊！大人要走，要去哪里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检测到宿主当前身家1万两黄金，请宿主在15日内败完所有身家。1万两黄金，那不就是10万两白银？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周师爷，大人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这是刚起床？是啊，大人，昨夜没做什么别的事儿。属下昨晚按您的吩咐，入夜便歇在西厢房，直到刚才被您踩醒，什么也没做啊。那这1万两黄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
大人，宫里的先遣内侍刚到县衙传话，说传旨仪仗已经进入青石县境，命咱们立刻设下香案，准备接旨。宫里要给本官传旨？内侍还传了口谕，命平和、永丰两县官员一同前来接旨，不得延误。这道圣旨不会和那1万两黄金有关吧？孙大人，朝廷给青石县传旨，为何还把我们两县叫来了？本官怎么知道？最好是朝廷查出了陈有余的问题，今日便治他的罪。圣旨到，臣等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青石县县令李正有方拓平西山险地，开辟通居要道，引西域商队往来，化闭塞荒城为四方交通要塞，一心造福一业，百姓悬灯，其清廉自守，不贪言生安乐，立志清明。特破格，擢升青石县知县为安顺州知州，仍驻青石县衙理事，就近管辖青石、平和、永生3县，总领3县钱粮、刑名、治安、吏治一项事务，另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千匹，御笔循吏楷模匾额1方，以示嘉奖。原来那1万两黄金是皇上赏的。实心任事，不得阳奉阴违，代政扰民。钦此。怎么还升官了？陈知州，接旨吧。公公，这旨能不接吗？怎么，陈大人想抗旨不成？您还是赶紧接旨吧。下官上有老下有小，实在经不起您抗旨啊。臣谢主隆恩。这就对了，皇上擢升你是看中你的才干，这里是皇上赏赐的1万两黄金，陈知州可要收好了。就手奸，写了那封密信，把夏燕之引来暗访青石县，没扳倒陈有余，反倒让他升了官。这么多黄金，15天怎么花得完啊？圣旨已经传到，咱家的差事也算办完了。大人，王公公远道而来，按规矩该留他在县衙歇息1晚，您赶紧说句话，千万别失了礼数。你看着办。陈大人这是？公公莫怪，我家大人骤然得蒙圣恩，一时有些回不过神。县衙已经备下住处，还请公公歇息1晚，也让我们尽一尽地主之谊。既如此，咱家便叨扰一下。该修的都修了，该见的也都见了。大人，您今日实在太失态了。王公公可是御前的人，您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，便会原原本本传到皇上耳中啊。您与其在这儿说教，不如帮本大人想想，怎么在半个月内花掉1万两黄金。大人这是花银子花上瘾了。青石县能修的地方都让我修遍了，你说我把永城县和平和县也照咱们青石县的标准重新建设一遍，怎么样？大人，那1万两黄金是皇上赏给您的，是您的私产，若全拿去建设2县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现在就去把林泽安和孙守诚叫来。不知大人唤我2人前来有何吩咐？本官打算让平和、永丰2县照着青石县的标准重新整修。大人，此事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翻修一座县城，钱粮、民夫、公料，样样都缺一不可。若贸然动工，只怕耗空县库，还要惊扰百姓。林大人，你呢？下官并非不愿，只是平和县民生凋敝，县库空虚，实在拿不出银子动工。原来只是缺银子，那就好办了。这1万两黄金，先全用来翻修平和县。全给平和县？不错，大人，这可是陛下赏赐给您的。下官与大人今日才第1次相见，您为何？既然为官，就该心系黎民苍生，为一方百姓着想，稳固我大绳朝的地方根基。大人这份凶心，下官自愧不如。大人，您可不能如此厚此薄彼。这1万两黄金全给了平明县，永平县却1分没有。永平县的百姓该如何想？孙大人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1万两黄金，暂且不一次性全拨给平城县，永丰县较为富足，若也想翻修，便先自行筹银动工，等工程完毕，本官核验满意以后，再给你全额报支。孙大人觉得如何？好，就依大人所言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准备吧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孙守诚之前处处与我们为难，您怎么还轻易答应给他报支了？哼，谁说本官要给他报支？本官说的是等本官核验满意以后再给他报支。他在永城县当了这么多年县令，手里应该摊了不少银子，让他先吐出一点修县城，不过分吧？大人高明，你稍后单独去找林泽安，让他回去后先把工人招好，招工的银子本官来出，人一招齐，马上动工。属下明白。大人，王公公还住在一堂东院，人家远道而来，晚膳可千万不能怠慢。好了好了，本大人知道了，你给我盯紧平和县翻修的事，15天之内必须把这钱花完，否则本官唯你是问。大人，王公公呢？什么王公公？您真把人忘了？坏了，我马上去酒楼订一桌酒菜，您现在赶紧去请王公公，还来得及。别忙活，你把王公公请过来，跟我一起吃就行。至于其他人，照县衙的牢饭招待就是。牢饭？没错，咱们县衙的牢饭每顿都有红烧肉。要是让那些人知道您拿牢饭招待他们，他们回了京，唾沫星子都能把您淹死。你尽管去办，本大人自有道理。是，最好回去狠狠告我一状，让皇上赶紧把这知州给撤了。公公远道而来，
实在辛苦。本官特意备了一壶浊酒、2盘腌菜、1碟花生米招待，还请公公不要嫌弃。公公请坐。公公莫不是吃惯了宫里的山珍海味，吃不惯我们小县城的粗茶淡饭？若是一口不吃，反倒会落个恃宠骄奸、挑剔地方官的名声。这酱菜，脆嫩爽口，咸香回甘，竟比宫里的酱菜还要可口。陈大人，来，咱家敬你一杯。不是，他怎么还吃高兴了？大人果然有一手。干爹，儿子方才打听清楚了，今晚桌上的3碟小菜，并非临时凑来敷衍您的。哦，那是陈大人平日顿顿都吃的家常菜，连腌制的法子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原来是咱家错怪陈大人了。反倒是咱们随行的内侍和差役吃的是大块红烧肉和满是油水的荤菜。不是说给他们吃牢饭吗？青石县的牢饭便是如此，顿顿有肉，只求让牢中犯人吃饱耐饿。还有一件事，说吧。皇上赏赐的1万两黄金，陈大人分文未留，已全数拨作翻修平和永生2县的银子。1万两黄金全拿出去了？是，听说陈大人对自己的衣食从不在意，可只要是百姓的事，花再多银子也不心疼。这位陈大人倒真是个难得的清官。咱家与陈大人有缘，这块玉跟了咱家多年，今日便赠给大人，全当留个念想。公公，这太贵重了，收下吧。往后若遇到什么官场纠葛，持此玉也算咱家的一份薄面。那本官便多谢公公了。3盘咸菜竟换来了一位内廷靠山。陈大人保重，咱家回京之后定会向陛下如实禀报。公公一路顺风，这回我就不信皇上还能对我有好感。老奴叩见陛下。起来吧，青石县一行所见如何？回陛下，陈有余不善逢迎，就连招待老奴的饭菜也只有花生米和2盘腌菜。可老奴后来才知道，那正是陈有余平日所食。县衙差役、随行内侍，甚至牢中犯人，反倒顿顿有肉。哦，陛下赏赐的1万两黄金，他更是一文未留，尽数拿去翻修平和、永丰2县。好，这个陈有余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此番你远赴地方传旨，办事稳妥，回奏住时甚是尽心。赏御用锦缎2匹，御茶1匣，再赐赤金若干。回去好生歇息吧。老奴叩谢吾皇圣恩。传吏部尚书裴征入宫，遵旨。江南世家根基深厚，与地方官府勾连已久。以往派去的知府，不是被拉拢裹挟，便是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如今急需挑选一人前往江南，既要有本事会办事，还得品行端正，立场坚定，不受世家收买，才能镇住他们，查清江南贪腐之事。不知裴老卿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臣看陛下这一手棋路，想来陛下心中已经挑好了能人。朕不过随手落棋罢了，爱卿眼光倒是通透。陈有余欺人太甚，什么奢侈成性？他青石县不也用水晶铺过路吗？如今却拿这个理由拒绝给本官报知。大人，他分明是在故意耍您。他如今是知州，本官还能怎么办？既然这些银子都花在了永平县，不如将这笔私账做到县衙公账上，再从县库把银子补回您的私库。如此一来，大人的损失便能全部补回来。3年考核在即，如今闹成这样，本官的升迁只怕也没指望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把县库里的银子全部转进本官私库。下官明白。大人，最后一笔银子已经拨往平和县，终于花完了。要不要告诉大人？挖到，地下有东西。这是金矿。大人，书都这个时辰了，也该休息了。今晚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周师爷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大人向来不喜金银，今日难得如此高兴，还是等明日再告诉他金矿的事吧。检测到当前宿主身家600万两，600万两，请宿主在半年内败光所有身家。周师爷，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老实告诉本官，是不是背着本官弄出了一大笔银子？原来大人问的是金矿。金矿，前2日。平和县翻修时征收了一片荒地，属下见大人名下连块田产都没有，便替您将那片地买了下来。谁知昨日动工时，竟从地下挖出了块金疙瘩，经人检验，含金量足有90%。粗略估算，那里至少价值600万两白银的金矿。属下原本还想给大人一个惊喜，这哪里是惊喜，这分明是惊吓！大人，您上任才3个月，
已经为青石县和百姓花去40余万两，您月俸不过1两，就算不吃不喝，要3万多年才能攒下这笔银子。如今意外得了100万家财，您为何反倒如此不悦？常言道，怀璧其罪，报复必招祸。大人不必过于担忧，您如今已是正五品知州，寻常乡绅世家，即便眼红也不敢轻易动手。既然一时回不去，那便把孙守诚和白世清好好收拾一顿。周师爷，去查查孙守诚最近的动向，尤其是钱粮和账目。属下明白。大人，查到了，孙守诚近日大肆置办私产，光是良田便买了上千亩。而且您明明没有给永丰县拨款，他却仍在翻修县衙。翻修的如何？只是刷了墙换了门，根本没有真正翻新。看来孙守诚已经按耐不住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县衙外跪了一大群披麻戴孝的百姓，哭着求大人做主。他们是哪里人？所告何事？是永丰县的百姓。说有人强占了他们的田产，争执之下还将家中的汉子打死了。他们去永彭县衙告状，孙知信不但不审，还派人驱赶恐吓，将案子强行压了下来。正愁没有名义彻查孙守诚。走，升堂。堂下何人？为何越县来到州衙喊冤？回大人，草民永丰县人，只因家传的几亩良田被当地豪强强行霸占，我儿上前理论，却被他们带来的恶仆活活打死。你直说那强占你家良田、殴打致死你孩儿的人是谁？说出来，本官给你撑腰。回大人，那恶人正是永丰县令孙守诚的堂弟孙大勇，他仗着孙县令撑腰，在乡里横行霸道，强占百姓田产，无人敢管。求大人替我儿讨回公道。立刻派人去永丰县，把孙大勇绑来受审。是。大胆孙大勇，你竟纵容恶仆将人活活打死，草菅人命，目无王法。死者家属已经当堂控诉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不过是邻里之间起了口角，草民的人失手推了他一下，谁知道他自己不经推，当场便没了命，这怎能怪到草民头上？一概胡言！来人，把刑具抬上来。孙大勇，你到底招不招？启禀大人，永云县令孙守诚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下官见过知州大人。大人，此事不过是乡间案争执，一时失手闹出了人命，并无什么强占田产、仗势欺人的事。此案毕竟发生在永城县，不如让下官将人带回去审理，也免得劳烦大人。还望大人给下官几分薄面。孙县令说的倒轻巧，打死了人，到了你嘴里竟只是一场乡间争执。大人，其中恐怕有所误会。误会？他们先前不是去过永丰县衙吗？是你将人赶了出去。如今事情闹到州衙，你又急着来向本官讨几分薄面，怎么？孙县令是想把这桩人命案私下压了？知州大人言重了，此案毕竟发生在永安县，下官只是不想劳烦大人而已。哼。本官懒得与你废话，把这段时日查到的卷钻罪证全部拿给咱们的孙大人看看。私做假账，挪用县库公款，纵容亲族强占民田，草菅人命，压案不审，大肆置办私产，私建豪宅，向上行贿，官官相护，桩桩有据，件件实名，白纸黑字。你还敢在本官面前装无辜，讨情面？2年前的赈灾银这件事，只有我和郑本成知道，他怎么可能查得到？完了，这回彻底完了。来人，将孙守诚扒去官府，打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遵令。另外，立刻查封他所有家产、田契、账册。大人，大人，下官冤枉啊！孙大勇，如今罪证确凿，还不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招来？大人饶命！草民招，草民全都招。大人，出事了，孙守诚被陈有余抓了。什么？官府当堂扒了，人也打进了大牢，家产也全被查抄了。听说陈有余手里还握着不少罪证。孙守诚怎么这么没用？大人，孙守诚若是，只怕会牵连到您。这些年他送来的都是现银，也都是托旁人送来的。现在唯一能牵扯到本官的，就是那些送银子的人。只要他们没了，也就没了证据。这件事自然压得住。属下明白。1万两，把这几个人处理干净。周爷放心，这里是2万两，买你手上的名单。别捂了，刚才的事本官都听到了。你那怀里的我不抢，我这儿的你看着办。不知大人想让小的做什么？这人要活的，给本官捆过来。不杀，不杀。活的囫囵个，少根头发你赔。那周爷那边，你管他周爷李爷，你不是只认钱吗？大人放心，人到您跟前，保证还喘着气儿。周爷啊，周爷，您这银子给的忒不是时候。大人，杀手已经把人捆来了。这么快？人已经让李长山押进大牢了，接下来怎么处置？先让他写份供状，看看肯不肯招。是。大人，那人全招了。招的倒挺快，不过
单凭这一份供状，还扳不倒白世清。大人要写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总算写完了，把这份罪证和供状800里加急送往京城吏部尚书府。大人，这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难道大人也知道我和隔壁李寡妇的事儿了？陛下，这是陈有余送来的白世清罪证，还有人证亲笔写下的供状。好一个陈有余！原本朕还有些犹豫，现在看来他正合适。大人，大喜事！什么大喜事？白世清被革职抄家，全家流放3000里了。意料之中，没别的事儿就下去吧。能花钱的地方都花过了，这100万两到底该怎么花呀？大人，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又怎么了？司礼监的王公公又来了。那老登来做什么？他来自然是传旨啊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陈有余为官0年，理政有方，今破格升任江南知府，即刻赴任，整顿江南吏治，安抚百姓，压制豪强，流吮商士财脉。钦此。江南，这哪是升官，分明是让我去送死啊！陈大人，接旨吧。接旨。江南沈顾陆谢4大家族盘根错节，官商勾连，把持当地财脉多年。皇上让你去，就是要你好好整顿他们。你只管放手去做，若有人弹劾构陷，咱家自会在御前替你周旋。多谢公公。大人，您破格升任江南知府，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？周师爷，你觉得江南怎么样？属下虽然没去过，但听说江南富庶繁华，自然是个好地方。是啊，江南山好水好，人也好。可越有钱的地方，水就越深。4大家族把持官场和财脉，势力盘根错节。皇上让我过去整顿他们，不就是让我往龙潭虎穴里跳吗？大人看问题一如既往的通透啊。周师爷，咱们后会无期。大人，您不带我们一起去？本官是去闯龙潭，又不是去享福，带你们做什么？大人明知江南凶险，却宁愿独自面对，也不肯连累我们。不行，大人如此重情义，我们不能没心没肺。大人，老婆婆拿不出什么好东西，这20个鸡蛋您留着路上吃。朱老乡亲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本官是去升官，又不是去赴死。这腊肉熏得跟鞋底子似的，能吃吗？还有这20个鸡蛋，本官如今可是知府，就拿这些东西打发本官，这些穷酸玩意儿带到江南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咱们送的这些确实寒酸了些，回去换好的。陈大人，留步啊！这又是要干什么？大人说的对，咱们那些破烂确实拿不出手，让大人受委屈了。咱们全城老少凑了份厚礼，请大人一定收下。谨贺陈大人荣升，青石县全体百姓敬上。不是你们上等绸缎12匹，东海珍珠18颗，金瓜子36颗，活猪2头，官轿1顶。这猪本官不能要。为什么？大人是嫌这黑猪不好看，我家还有一头白猪。不是，本官要赶去江南上任，路上带着2头活猪像话吗？对，大人说的对，活猪确实不好带，杀好了再送。别，杀了也不好带，天热容易坏。这样，猪算本官收下了，你们先牵回去，替本官养着，改日本官派人来取。那大人可说好了，不能不取。您要是不来，我就给您送到江南去。取，一定取。既然这2头猪本官收了，其他东西就不能再要了。不行，必须全收下。大人要是不收，我们就拦着不让您走。好，本官收下。你先把刀放开，别伤着人。行了，都回去吧，我们走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大人，属下已经想好了，不管您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属下都跟着您。大人，辞呈我已经交了，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对，大人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大人，您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启程。本官同意了吗？大人，您喝茶。周师爷，你怎么把本官用的茶杯也带来了？大人，属下不光带了茶盏，您平日用得着的东西，属下全都带来了。周师爷，有心了。大人有情有义，属下自然得更上心些。您平日睡的绸缎被褥和枕头，属下也让人一起带来了。
大人为何这样看属下？可是有什么吩咐？没什么，你做得非常好。到了下一个州府，你带几个人去买些马和马车，具体要多少人用？100匹马，20辆马车，都要好的。是，属下一定办妥。大人，100匹好马用了4000两，20辆马车用了2000两，这里还剩4000两，您收好。你拿着吧。这一路200多号人都要吃穿，他们既然选择跟着本官，本官自然不能让他们受苦受累。你也别省着，吃穿都给本官用最好的。大人，就算吃穿都用最好的，也用不了这么多。多的你就先拿着，路上谁缺了什么，直接买，不用向本官报备。是，大人。诸位，新任知府陈有余已经从青石县启程，不日便会抵达江南。不过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土包子而已。不错，怕是随便给他1张100两银票，就能把他哄得服服帖帖。新官上任，总得先教教他江南的规矩。诸位放心，本官一定安排。大人，这不对劲。按规矩，新任知府到任，府衙属官和地方士坟都该到码头迎接，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大人，这江南府的人也忒不识趣了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大人，人家都把下马威摆到您面前了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本官不笑，难道还哭不成？李长山，你带几个人去府城看看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属下到了江南府城城门口，发现城门紧闭，城门口一个人都没有。可有打听到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我们在那里蹲了一会儿，都没见着人。大人，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让人去敲城门，让他们来迎接您？不用他们来接，我们自己进城。想给本官下马威，还嫩了点儿。大人，咱们这样会不会太高调了？高调？本官这是携民赴任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都得夸本官勤政。对，大人说的有道理。这什么情况？哪家小姐出嫁，摆这么大的阵仗？你瞎了？没看见上面写着青天大老爷吗？这应该是新任知府来赴任了。不对呀，新任知府赴任，顶多带几十个家眷护宴，可下面少说也有200号人了呀。行了，我在这里盯着，你赶紧回去禀报刘大人。怎么每次都是我？大人，新任知府到了。到码头了，不是说了城门关着，让他在外面等着吗？不是，他已经到东城门外了。他带着200多号人，整整100匹马，还有20辆朱红雕花马车。你说多少匹马？100匹，全是高大威猛的早流马，一匹擦得毛光锃亮的。大人，您是没看见，那阵仗简直让人大开眼界。哼，一个4品知府带着100匹马、20辆雕花马车、200多号人，在城门口吹唢呐。还真是滑稽又可笑。他今日就是把唢呐吹破天，也没人给他开城门。大人，那咱们就这么晾着他？晾他个3、5天，让他知道江南府不是青石县，更不是他带着200个泥腿子吹几声唢呐就能摆平的地方。可是大人，万一他在城门口闹起来？他闹得越大，本官越好参他一个有失体统、鼓噪要民。高，大人实在是高。继续盯着他们，有任何动静马上回来禀报。是。周师爷，你看这城门是不是不够威武气派啊？确实不如咱们青石县的城门大气厚实。那就换一扇，怎么样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把江南府的城门拆了？别说的那么暴力，本官只是觉得这门年久失修，不够安全，想替江南百姓换一扇新的。大人，这可是先帝在位时修建的城门，您把它拆了，这叫毁坏城防，是要被革职查办的。本官知道。那您还拆？城门不开，本官就进不了城。进不了城就没法上任，没法上任也是失职，横竖都可能被革职，不如把门换了，至少还能进城。再说了，本官只是拆下来，然后重新装一扇而已。属下明白了，去问问马上光和王三守的人，谁有本事把这城门打开？是，师爷，大人有何吩咐？大人让我问问，你们当中谁能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这城门打开？我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几成把握？我叫宋开，我家世代钻研铜铁锁芯，关锁、城门锁都能开，10成把握。不错。就你了，周师爷，开锁的有了，卸门总得有人出力吧？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，我也去，还要去。你说他们在那儿高兴个啥呢？能干嘛？吃饱喝足了，在那儿发泄力气呗。你说们煮的红烧肉怎么能这么香？我闻着味儿就想吃。瞅瞅你这出息，整天就惦记着吃。你盯着他们点儿，我眯一会儿。又是我。
真开了！大人，门锁已经打开了，还真是好本事。大人，这门不用砸，拔出门镯上的暗栓，就能整扇卸进来，可以抬了。兄弟们，1、2、1！大人，这2扇门怎么办？搬进府衙当柴火烧？烧了多浪费，把他们抬进府衙大堂，放着当屏风。当屏风？大人，这会不会太高调了？本官要的就是高调。马上光，把门抬起来。王三手，把唢呐给本官吹起来，咱们风风光光的进城。好嘞！都来看呐，金知府进城喽！怎么又吹起来了？他们怎么进城了？不好，他们把城门拆了！快追！追什么追？赶紧回去禀报刘大人。我的天爷，他们抬的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咱们江南府的城门！我的老天爷，一个知府拆城门进城，我活了50年，头一回见。你才50年，我活了60年都没见过。不过这唢呐吹的倒挺喜庆，就是难听了点。难听归难听，你看这阵仗，比咱们江南府过年还热闹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新上任的知府把咱们府城的大门给拆了，现在已经抬着城门进了城，估摸着马上就到府衙门口了。江南府的城门被他们拆了。他不但拆了城门，还把门抬到府衙来了。新知府进城喽！不是说他来自西北琼县吗？这阵仗，连京城来的大员都未必比得上啊！不知知府大人到来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知府大人恕罪。既然知道有失远迎，那还不快去挂红绸，请古月买鞭炮？什么时候红绸挂好，古月请齐，鞭炮放响，本官什么时候就进府衙？下官这就让人安排。本官没什么耐性，只给你1刻钟，1刻钟没准备好，你就卷铺盖走人。用琉璃茶盏喝茶，就连江南4大家族也没这么奢侈。这个新任知府到底什么来头？点鞭炮，奏乐。江南府同知刘大友恭迎知府大人到任，恭迎知府大人到任。这还差不多。大人，里面请。刘大人，这门槛比青石县衙的高，等会儿让人拆了，重新安一个。刘大人这么看着本官，是觉得本官在为难你？下官不敢，下官等会儿便让人更换。刘同志，这些人和马车就交给你亲自安顿，安顿好了再回来给本官复命。大人，下官怎么？刘同志又觉得本官在为难你？怎么会？下官这就去安顿。忍住，来日方长。刘同志，你可千万别在心里想着来日方长，本官不喜欢来日方长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下官不敢。大人，这是江南府近5年的赋税和开支账册，请您过目。这么多账册，够你查上几个月了。这是本官惯用的记账方法，你先看看。大人，这以后府衙的账都按这个格式记，以前那些旧账也按这个格式重新整理，每一笔是谁经手的，就让谁在后面签字画押，抄完了就送过来，本官亲自过目。这分明是要顺着账目追责。大人高见，下官这就去办。那从西北穷地方来的土包子，以为换个记账法子就能查出江南府的窟窿了。大人不用担忧，江南府的旧账做了几十年了，层层叠叠，环环相套。他就算想查，也得先找得到线头。去，让账房按他的格式重新抄，让他们抄慢点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抄。属下明白。诸位不用如此紧张。本官叫你们来，只是想对对账，又不是要你们的命。本官初来乍到，对江南府的账币不熟，你们都是府衙的老人，最短的也做了5、6年，这些账目都是你们经手的，想必最清楚不过。这5年，每一笔银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谁经手的，谁签的字，都由你们亲自说明。不用急，慢慢讲，一个一个讲，讲不清楚也没关系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对了，讲完以后还要在每一页账册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按下手印。
哪一页对了，哪一页不对，就按名字找人。这陈有余就是逼我们为所有旧账担责。张账房，从第一册开始吧，请吧。大人，出事了！一大早慌什么？陈大人把6名账房全叫到大堂，当着青石县账房的面逐笔问账，还让咱们的账房每一页都签字画押。他这是要让账房自己给自己定罪。去大堂。张账房年事已高，调去厨房烧火；赵账房身体复房，调去马厩喂马。其余4人分别去后院洒扫、库房搬运、门坟值守。大人，这是在做什么？6位账房年纪都不小了，本官让他们留在府衙静养。这叫静养？换换差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对身体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南府所有账目由他们接管。大人安排得很是妥当，下官没有异议。刘大人，等一下。本官认为做什么事儿都要多听、多看、多问，不能着急下结论。不过本官是个急性子，等不了太久，所以从这个月开始，每个月最后一天，本官都会给府衙上下所有人评定等级，上等继续留用，中等暂时观察，下等卷铺盖走人。原来他处理6名账房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整个府衙里属于我的人都会被这本考功簿逐一清理走。刘大人，你觉得这个办法如何？大人高见，下官不敢有异议。那就从刘大人开始吧。刘大人脸色不好，可是衙门里出了什么事？陈有余把府衙6个账房全换成他从青石县带回来的人了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江南府的旧账又不是换几个人就能查清楚的。他没有查账，他是让那6名账房在每一页账册后签字画押，出了问题就要按名字找人。谢家主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账册一旦出事，签字画押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而那6个人在江南府城干了这么多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出了事谁扛？他们扛吗？他们扛不住的话，会不会把背后的人供出来？谢家主，那6个人里有3个是你们谢家的人。他这才来几天，这是要动咱们的人。他拆城门用了多久？才2刻钟。刘大人，您有什么想法，不妨直说。陈有余这个人我调查过了，不贪银子，不好女色，软的不吃，那就只能来硬，让他知道江南府的天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哦，怎么个硬法？他是知府，管着江南府不假，可粮盐曹税哪一样不得靠下面的人去办？而这下面的这些人都是咱们的。刘大人的意思是拖？拖？哼，我是要让他在江南府寸步难行。怎么这么多？呵呵，周师爷，你来看看这些。啊，这些全都是？没错，全是请示。粮食出库，请示；盐引发放，请示；河道清泥，请示；就连买2把扫帚也请示。府衙门口的石狮子要不要擦？后院槐树上的鸟窝要不要捅？也都要请示。哼，这个更有意思。厨房的老猫生了3只小猫，问本官要不要留。大人，他们连厨房的猫也要您管？他们不是让我管，他们是想让我一天到晚只能管扫帚和猫。那大人不就什么正事都办不了？马上光！大人，啥事儿？查清楚是谁写的，谁送的，谁签的字，谁盖的印，一个都别漏。老猫生子请示。大人，厨房的猫生小猫也要您批，哪个王八羔子想出来的？查出来再说。是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粮库、盐址、河道的公文都是各司主事拟写签字，扫帚是杂役写的，中间过了3道审批，最后盖的是刘大友的印。老猫那个呢？厨娘写的，刘大友也盖了印，他还批了一句“事关府衙内务，应由知府大人定夺”。一个厨娘写的猫仔请示，竟然盖上了同知大印。周师爷，你回复粮食出库同意，每袋注明产地、年份、等级，画图留档，仓地入签字画押，盐引回放同意，盐商先提交近3年的纳税记录，少1年都不行。河道清淤同意，水利同志亲自测量，每10丈记录1次，画图签字。至于扫帚也同意买，先交采购预算，3家比价，供应商资质、扫帚样图和使用年限，少1样都不准买。那3只小猫也留下，每只单独建档，写清毛色、性别、生成日期和身体状况，再安排专人喂养，每日记录，每月汇总，交给本官除阅。大人，您这招比他们还狠。他们不是喜欢请示吗？本官最喜欢回复了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啊！大人，厨娘说她伺候了一辈子猫，从没写过喂养记录，也不知道猫的健康状况该怎么写。她托属下问您，毛色顺滑，精神尚可，算不算？一个人鱼，你给我等着！属下这就去办。陈有余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本官的支持，
你还能不能接得住招？大人，魏蜀已经催了2回，城门再不装回去，李指挥使就要上折子了。这2扇门本官说了要留在这里当屏风，你去重新做2扇。等等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新门用铁做，外面刷朱漆，材料越厚实越好。另外，把这张图交给宋开，让他找锁匠打造门锁，要那种正面、背面都能用钥匙打开，然后配3把钥匙。大人，这至少要3000两。府衙现在能用的闲银也只有1000多两，而且这么大的城防开支还得上报工部，不花府衙的银子，走本官的私账。大人，江南府每年的政绩都能达标，您何必花自己的银子？江南如此富庶，政绩却年年只比标准高出1点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明显是有人故意控制好的，只求应付上面。可若是本官上任之后能做出更高的政绩，你说上头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？大人的眼光果然长远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要不是那个破系统，我至于这么费尽心思吗？600万两啊，3个月花完，就算把全城的公孔都镶上金边，也花不完啊！3000两啊！陈知府说掏就掏了，你说他图什么？谁知道？反正这位新知府做的事儿，咱们是一件也看不。大人，陈知府自掏3000两，重新造了2扇城门。你说多少？3000两，全是陈知府自己出的。你先下去。是。叶安封门，明着来恶心本官。高中，你说他花3000两修门，到底图什么？属下也想不明白。以前那些知府哪个不是想尽办法往自己口袋里装银子？他倒好，3000两说掏就掏了。属下把36计都想了一遍，也没对上这一招。看不透才更麻烦。去通知4位家主，今晚望江楼议事。是，你们应该都听说了，这事儿你们怎么看？他脑子怕不是坏掉了吧？陈有余是想让整个江南府城的人知道，这门是他陈有余修的。就为图个名儿，那花几百两的效果也一样吧？300两的门谁记得住？可如今呢？你看看，全城都在议论。不一定，我觉得他表面上是图名，但更有可能另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说不上来。陈有余这个人做事从来不会只做一件事。就说上次我想用公文拖得他寸步难行，他倒好，立下什么考功部，上等留用，下等直接赶出府衙。再这么下去，本官的人迟早要被他全部换掉。现在指不定在城门底下埋了点什么。刘大人，你可是在江南府衙待了8年，这陈有余上任还不到8天，就给你整成这样了？谢家主就别往刘大人伤口上撒盐了。刘大人今晚叫我们来，就是想让大家出个主意的，对吧？刘大人，顾家主可有什么办法？陆老，您可有高见？他不是有钱吗？那咱们就让他花到没钱为止。陆老此话何意？府衙公账应该没多少银子吧？那你就给他找些必须花大钱的事儿。江南府需要修缮的地方多了，城墙、水渠、码头、粮仓、学堂，哪一处不要银子？这些工程怎么也得300-500万两，他不是舍得花吗？那就让他修，直到他把银子全部花光。可工程由他的人负责，材料也由他采购，这银子又到不了咱们手里。沈家主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会算账，工程是他的人负责，可木料、石料、铁器总得在江南买吧，人手也得从江南雇吧。这江南一半的商铺都掌握在咱们手里，只要他肯花钱，银子最后还不是流进咱们的口袋？有道理，让他修，修得越多越好。等他把银子花光，咱们也赚得盆满钵满。主意是不错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若是不在江南买材料呢？他带来的人个个都是能手，若是连材料也从外地运来，咱们不仅赚不到银子，还白白替他成就了政绩。顾家主说的不错，万一他真拿得出这么多银子，材料又全部从外地运来，那咱们这一招不但困不住他，反而就是在自取其辱了。不管他有多少银子，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刘大人，你回去挑几件最费钱、最费时、最费力的活儿，就说这些都是民生工程，府衙拿不出钱，请他陈大人定夺。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预算必须做得像样，不能高得太离谱，也不能低得让他轻松拿出来，得让他觉得这些工程确实该做。可真要拿银子的时候，又得让他肉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手底下的账房先生做预算是一把好手，让他花100万两，他绝对花不出19万。材料这块交给我，他要是从本地买，价格咱们说了算；他要是从外地买，运费就能让他脱层皮。工期也得卡住，不能太快，让他能腾出手来对付咱们；也不能太慢，免得让他看出问题。就这么不快不慢地拖着他，让他每天都得往里面砸银子。好，那就照这个法子办。陈大人，下官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看这架势，不是小事啊。大人，江南府虽说富柔，可城内不少地方年久失修，百姓早已苦不堪言。哦，
具体是哪些方面？这些都是历年积压下来的民生诉求，还请大人过目。我正愁600万两没地方花呢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不知刘大人是否算出总预算？下官粗略核算了一下，总计需要白银98万两。98万两？出钱你就是冤大头，不出钱我就让全城百姓看看你有多不顾民生，吝啬课本。98万两，刘大人，你确定只要98万两？只要？对啊，才98万两，太少了。这样，本官再添2万两，凑个整100万两，全部由本官来出。您说您出？对，本官出。不过，本官有几个小小的条件。大人请讲。首先，工程呢要由本官的人来干；其次呢，材料也要由本官的人来采买，质量也是由本官的人来验收。最后就是工期，3个月，我要全部工程完工。3个月？大人，这么多工程，怎么说也得1年啊！刘大人刚才不是说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吗？既然百姓等不了，本官怎么能让他们再等1年呢？3个月做不到，本官再赔100万两。大人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那就依大人的意思，3个月为期。哼，3个月怎么可能修完这么多工程？陈有余，这可是你自己往坑里跳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3个月实在太短了，咱们也没有这么多人啊。没人，那就招人。可3个月内上哪儿招这么多人？周师爷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要是推不动，那就是银子给的还不够多。马上张贴招工告告，只要会修桥、铺路、盖房子，通通给本官招进来。那工钱开多少？20两1个月。20两？大人，您如今可是4品知府，1个月俸禄也才12两。所以呢？这工钱实在太高了。要是跟青石县一样，一下来了上万人，1个月就是20万两啊！还能来1万人？大人，我是在提醒您，银子不够。本官就是怕银子花不出去。月银20两，管1日3餐，不限户籍，不限人数，来多少，本官要多少。行了，银子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。给这些人下帖子，本官要请他们吃饭、逛园子、听戏。大人，您要请的怎么全是纨绔子弟和府衙属官？这些人可都是帮手啊！周师爷，你瞅瞅，这些人多会花钱。你瞅那沈家的沈逍遥，一只蛐蛐能花500两，还给花魁打了一顶8000两的金凤冠。大人，您不能跟他们玩，您是知府，是堂堂4品朝廷命官，这些人是什么？纨绔子弟、败家玩意儿，不学无术的高粱之徒。您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周师爷，本官问你，这些人在江南府待了多少年了？少说10几年，多的20-30年。他们家里在江南府有多少产业？江南府的商铺、田产、盐引、漕运，几乎都握在他们手里。那他们每天在外面吃喝玩乐，结交了多少朋友，认识多少官员，又知道多少秘密？周师爷，你真以为本官请他们是为了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？本官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江南府最好玩的地方，不是望江楼，也不是醉仙楼，是本官这儿。原来大人是想借这些人敲开4大家族在江南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啊！本官就是想败个家，怎么还得编这么多理由？可大人，您就不怕被御史台弹劾？御史台弹劾官员也得有个罪名吧？本官的罪名是什么？自掏腰包请公子哥吃吃喝喝，还是自掏腰包请同僚听曲逛园子？本官分明是在教化那些纨绔子弟，顺便跟同僚培养感情。大人，那请帖要怎么写？大人，您这样写，他们还敢来吗？他们敢不来吗？属下这就让人把请帖送出去。等等，送完请帖再把招工告示贴出去。另外送到书铺，让他们连夜雕版，印上几千份，明日一早发遍整个江南府城。明日这江南府城可是真要炸了。江南府衙招工月银20两，20两，真是20两1个月。知府大人招工了，20两1个月，20两还管1日3餐。20两1个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报名去啊！这告示才刚贴上啊！只见关云长过5关斩6将，知府大人招工了，20两1个月。啥？不讲了，老夫也要去报名。等等，我也去。府衙招工了，20两1个月。在哪儿报名？府衙门口，明日辰时。你一个开绸缎铺的，去凑什么热闹？我那绸缎铺1个月才挣15两，20两1个月，我还开什么铺子？爹，知府大人招工20两1个月。20两？你去了没有？还没呢，明天才报名。那你还不快去排队？爹，人
家明天才。明天报名，你今天不去排，排得上吗？今天就去，在府衙门口睡一宿。快点，晚了就排不上了。府衙，别急，给我留个位子。我先来的，怎么还插队啊？陈有余是不是疯了？江南最好的工匠才2两，他一开口就是20两，我沈家的先锋水手全撂挑子了。再这么下去，连船都没人拉。我那钱庄也快没人开门了，账房和伙计跑了一大半，剩下那几个也一个个伸着脖子往府衙瞧。那你还不把人拦住？怎么拦？你给他们20两，你们那边还能撑几日？我那绸缎庄才是真要命，绣娘都快跑光了。3日后还有一批货要交，到时候交不出货，光赔银子就够我喝一壶的。陆老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再让陈有余这么折腾下去，咱们几家的生意都得黄。就是，您赶紧想个法子呀！明日午时在这里摆一桌，把刘大友请来，先听听他怎么说，再想办法把这些人拦下来。都排好，不许插队，谁敢闹事儿，直接取消资格。周师爷，你看，这就是20两的魅力。大人，这么多人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修桥、修路、修城墙，还有输水渠、扩建码头、翻新粮仓、修缮学堂，反正用得完。大人又开始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本官说话算话，20两1个月，管1日3餐，来多少本官要多少，只要敢干，本官全部录用。所以不要挤，都给本官好好排队。多谢知府大人。前门堵了，怎么连后门也堵了？大人，要不翻墙？本官堂堂正五品同知，你让本官翻墙？可离午时没多久了。翻，架梯子，扶稳了，千万别松手。大人放心，小的扶着呢。怎么这么高？大人，陈有余，本官跟你不共戴天。这陈有余到底想干什么？本官要是知道，还会坐在这里吗？不管他想干什么，我们都得赶紧想办法。再这么下去，人全跑光了，我们还做什么生意？刘大人，您昨日来信说陈有余3个月完不成工程，就要再赔府衙100万两。此事当真？自然当真。他自己说的3个月内修桥铺路修文庙，所有工程必须全部完工，完不成他就得再赔府衙100万两。可他现在招了上万人，这么多人一起干，别说3个月，2个月都能干完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要是没有材料呢？江南府的木料、石料、砖瓦和铁器几乎都握在咱们4家手里，他就算想从外面进材料，也得经过沈家的码头和漕运。没有材料，那上万人就只能干等。时间一长，他们自然会回来给咱们干活，工程也会被拖过3个月。到时候陈多余还得再赔府衙100万两。对，拖死他，咱们让他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陈大人，您这酒真是好酒，我还从没喝过这么好的。30年的陈酿，喜欢喝，回头本官让人送你2坛。那我今日可得先喝个痛快。酒算什么？陈大人这只蛐蛐才是真宝贝，这腿，这牙口，我养了10几年蛐蛐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。喜欢就拿去玩。那我可真拿了啊，好香！陈大人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奇楠沉香，你喜欢的话就送你了。今日这一趟果然没白来，好酒好香，陈大人还是您这儿自在。来，咱们再敬陈大人一杯。敬陈大人。沈家主怎么不走了？诸位，以后在江南府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来找本官，本官别的没有，银子、美酒、沉香、蛐蛐、画眉鸟，管够。陈大人豪气！陈大人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对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。陈有余是你亲爹，我算什么？对，陈大人，以后谁要是在江南府城为难您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，就算我亲爷爷，我也会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对，陈大人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。我叔父要是敢不听您的话，我就把狗绳套他脖子上。您让他往东就把他往西就往西。这个逆子，老子今天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！你松手！你现在冲进去，是想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儿子管陈有余叫爹，那就这么算了。当然不能这样算了。这事儿，陈大人，我爹那人就是太无趣，我不过是想喝酒，他就这不行那不行的，我感觉他根本就不是我亲爹，以后您才是我亲爹。这个不孝子，看我不进去打死他！谢家主，淡定淡定，你现在冲进去，指不定就如了陈有余的愿。你说的对，不能让陈有余得逞。对，
我爹是一个德行，他自己不行，就阻止我去找快活，整天板着一张脸，也不知道装正经给谁看。不孝子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我到底行不行。顾家主，别冲动，你要是冲动，我们就输了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顾少，别说，我爷爷也是一个德行，那方面也不行，就连撒个尿都对不准公堂，却非得费尽心思管着我。你说他是不是自找苦吃？这个小畜生，看我今日不给他点颜色教教，我就不姓陆。陆老，您消消气。您要是进去了，这事情就大了。我们来日方长。对，我叔父也是，整天就知道骂我玩物丧志。陈大人您就不一样，您懂我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，不，亲爷爷。你们别拦我，今日我要打死这个混账玩意儿！刘大人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啊！来什么日方什么长？本官今日就要进去拐了那小子。走。